我到一个新城市的时候，总会先去看它的树、房子，还有人怎么在这里生活。这次来福州，我本来以为不会有太强的新鲜感，但我才刚在街上走了一会儿，就已经开始被这里的榕树和建筑吸引住了。大家好，现在我和家人一起来到了福建福州旅游。那这里是在中国非常南部的地方，所以天气非常暖和。虽然我平时生活的地方在中国的东南部，但是那里还是和这里有很多差别的。我在街上稍微走一走就能发现到，尤其是在建筑方面。那今天我就想带你们来看一看福州这座城市。今天天气特别好，最高温应该已经达到了25度以上，让人已经有入夏的感觉了。那现在我在这个地方叫做上下杭，也就是上杭路和下杭路。那杭在这里的意思就是码头的意思。因为这里以前是福州很多货物从外面通过江运过来，然后在这边集散的地方。福州很早就在清代开埠了，所以这个地方呢融合了很多西洋建筑的风格。那这里又是当时福州和很多中国外地商人交易的地方，所以它也融合了很多不同地方会所的建筑的风格。所以在这里呢，建筑的风格就是一个大熔炉。像这座建筑就是当时两个不同地方的会馆。你们可以看到这边写了德化商会和永春商会。你们看这边河边有一棵巨大的榕树，我特别喜欢榕树，它树枝上面垂下的这些东西就像衣服上的丝带一样。那在福州有特别多的榕树，所以这个地方也被叫做榕城。我觉得这么多的榕树给这座城市带来一种类似于仙境的感觉。这边有香蕉，旁边摆了一个牌子，写着禁止焦虑，这是用了谐音，因为香蕉的蕉和焦虑的焦是同样的发音，那它这里就把焦虑的焦换成了香蕉的蕉，把焦虑的绿换成了香蕉的绿，绿色。中国人的信仰系统里，很多地方都用了谐音这个方法，不管是古代还是在现代都是这样。所以如果你们感兴趣，可以去了解更多关于谐音的东西。又是两棵巨大的榕树。其实我很好奇，它们最深处的根长在哪里呢？是墙里面，还是河里面，还是地里面？这里是一个茶馆，但是这里的老板跟我讲说，这才过去是一个祠堂。祠堂就是一家人祭祀的地方，祭拜先祖，祭拜祖宗。其实我在从上海坐火车来福州的路上，我就看到很多的祠堂，遍布在乡野。
我觉得这在闽南地区更常见一些。这一条主街上也有非常非常多的榕树，你们看远处就有一棵巨大的榕树，上面挂满了灯笼。这一座感觉是挺老的建筑，有点中西合璧的感觉。这上面有一些彩窗，应该也不是本土原来的风格。我觉得可能是当时的福州人在海外经商后带回来的。彩色的玻璃镶嵌在木质的边框中。哦，这家商店我非常喜欢，特别可爱。耳环图书馆，这个名字不禁让你在想，这里面是什么东西呢？到底是耳环还是书？看样子应该是卖耳环的，不过我没有耳洞，就不进去了。所以这个耳环图书馆这个名字的意思应该就是我们这里的耳环各种各样，特别多，种类就像图书馆里的图书一样丰富。哇，这个扶手的边都镶上了阳光的金色，我觉得是非常美的画面。这个商店也挺特别的，外面是偏西式的风格，但是里面有木质楼梯，上面还有纸糊的灯笼。地砖，我不确定是西式还是中式的，应该是西式的。民国时期的很多建筑就是这样的感觉。今年是马年，这边展示了一个马的漆器艺术，这只马还挺可爱的，胖胖的，和一般马的样子不太一样。我们刚刚看的是一个福州非遗的文化展馆，从这个展馆我就可以看出福州这个城市是有在认真的做他们的地方文化的，而且做得很踏实，一点也不张扬。我现在到了烟台山上，你们可以看到背后有一片民居，但是远处有一个尖顶的教堂。你们看到这个屋檐的翘角了？非常翘的。这个翘角也是我想给你们看的，福建这一块非常有特色的建筑风格。就是在我住的江南地区，虽然我们的屋檐也会翘，但是翘的角度没有这么的大。我觉得一是因为这边也是非常潮湿的，屋檐的角这样翘起来可以防止雨水把房子里弄得太潮，还有就是这样的翘角也有利于更多的阳光更加深入房子内部，还有呢应该就是有防台风的作用。现在我在的这座烟台山和我刚刚在的上下杭中间隔了一条岷江，这条岷江非常的长，对于福州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条江。那现在我在的这座烟台山也有非常重要的地理位置，刚刚跟你们说了，它和内城隔了一条江嘛，因为内城是原来的政治中心吧，所以隔了一条江就形成了一定的距离。
那因为和内城的政治中心隔了一定的距离，有在山这边比较好的地势。那当时清代就有很多国家把领事馆建在这里，所以这里的建筑风格也是比较多元。看到我背后就是一个以前银行的旧址。其实最近我也一直在想我的 vlog 应该怎么拍。你们会发现今天我好像又讲了一些介绍这个景点历史啊文化的东西。那我以前也很喜欢讲我看到了什么，我感受到了什么，所以我现在就尽量一直去把这两种东西达到一种平衡，但有时候也可能控制不好度。但是因为我在看一个地方的时候，我也很喜欢去想说，为什么这个地方是这样？为什么这个建筑是这样建的？为什么这个地方摆了这样一个东西？为什么这里的商业是这样？因为这些领域其实都是我不熟悉的地方，所以我喜欢在看的时候去搜索学习。那有了这样的经验之后，我也就想在视频里跟你们讲，所以我也很想听一听你们对于我视频里讲的这些东西有怎样的感受。一位榕树下阅读的女子，一个石头的雕像。我们现在从这座烟台山的后门下山，那这一条路就非常的宁静。这是一条回廊，我觉得榕树真的像守护这座山的神灵，每一棵榕树都是。前面走着的就是我的家人，最后面的是我的外公。那这次旅游其实是我们家选择的过年的方式，因为春节是大家少有的长假，那所以也是一家人一起旅游的好的机会。这次我们带了我的外公一起出来旅游，他已经80多岁了，但是身体状态还不错。我们觉得就是带他出来旅游，可能就是有一次少一次，所以想趁现在多带他出来一起走走。还是很开心的。而且因为我现在在录视频嘛，我外公就经常会在前面停下来等我，让我感觉好像回到了小时候。因为我小的时候其实就是我外公外婆带我长大的。那你们可能也会对家里对长辈的称呼有点好奇，可能觉得很复杂嘛。外公呢其实就是妈妈的爸爸，但是其实在我家里我对称呼并没有很讲究，我会直接叫他爷爷，因为这样感觉更亲近。那现在我们马上就到山脚了，越来越多小区的居民楼出现了，和下山的路连在一起，非常有生活气息。那今天的视频我们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次再见，拜拜。